世界武术冠军。我是这个河北省武术队的，原来在国家队，现在是退役，完了后自我创业，创办了农会，公共学校。我家是河北的，但是我是刚开始去的山东。我去山东的是一个武校，在山东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是因为我们这里这个，对，当时也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武校啊什么的，不太清楚。当时有一个这个在我们这儿做生意的一个山东人，他儿子是在这个山东练武术的，顺便就把我这也就弄过去了。啊，我是97年开始练的武术，是97年的这个夏天开始练的，在山东练了2年，练到这个99年的不到10月份，完了以后就回到了河北这个石家庄，那有个少林武术学校，从99年的10月份一直到这个2000这个我看2002年的9月份，一直是在少林武馆，就是石家庄的一个少林武馆练。练这个过程中，就是在最后一年吧，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天津队的一个老师去我们这个学校代课，完了后看我这个身体素质挺好，完了就问我想不想进专业队。当时因为不太明白什么是专业队，后期看了看比赛呀什么的，原来就是每个省都有专业队。好，天津是叫市队，但是也跟专业队一样，河北省它是天津市的队，就跟河北省专业队一样。当时开始想去天津队的，后期但是说完以后那边没有消息，完了后等了大概1个月吧，这来就说要不河北队行不行？我说也可以，我说都可以。完了后就顺着这个机缘，我就到了河北队。从02年的10月份一直到这个我去了1年以后，第2年就开始打这个全国比赛啊，打全国比赛。这03年你看一打，04年打了2年以后积累以后，完了就是全运会。进省队以后就开始这个打全运会嘛。05年我是在这个全国运动会上获得了这个第3名。完了紧接着我就是进了国家队，完了后12月份的时候打的是这个河内这个世界锦标赛，取得了棍手冠军。对，后期一直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国家队和省队在这个去这个在走动。对，我是个什么情况啊？因为我小时候我也不太明白，因为看电影吧，都知道就是打打闹闹的，对是吧？你就是不管是李连杰的呀、成龙的呀、李小龙的呀，这一块的，大概明白，就是属于很漂亮、很帅、很酷，但是真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对吧？完了以后就是也比较爱动，家里就把送过去了，但是练了以后才慢慢这个明白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动作啊，什么感觉，什么信息传递回来。至于就前期是不明白，后期走成专业以后，就是越来越喜欢，因为感觉这个你能找到自信，对吧？喜欢场上那种感觉，你在练的时候，这个全身心的投入进去，感觉我比较喜欢这个跑步。跑步是早操，啊，早操，对对对最痛苦的，因为还没有睡醒，完了就要跑，使劲跑，但是跑完会很好，就是跑前了很痛苦。我们当时在武校是天天跑，省队不会，我们省队在这个冬训的时候会，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有时候会跑，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跑2、3次吧。对，平时不会跑，因为平时量也比较大。嗯，
最开心的就是比着练，当时就是比着练，看谁练得好，因为你毕竟去那儿也没什么事做，喜欢表演，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这面在上文化课，然后学校那边通知说，有这个外国朋友啊，或者是那个领导呀过来要看这个表演，这个时候会很高兴，就啪就跑出去。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进的省队，有的这种机会，要不我又练完武术，我也不知道我这在干什么。就是因为有教练推的这个平台，我的发展会更好。所以说我这个怀的这个心嘛，反正是本身我也是留在队里面当老师啦或干嘛，但是我觉得，对吧？全国各地的，不管是老师啊、大学老师啊，还是各个省队的，我都认识，可以从中按这个队会给别人孩子们搭建更好的平台去推广或者输出，所以说就是后期就特别喜欢。要是我要是不办这个吧，也在队里也在传递武术，就是说也是在教学教课，但是你教的就人很少，只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教练也就教这个6到8个人最多，就是我希望更多人去练武术啊，明白武术，我会把我20年这个积累的一些经验，直接就能让他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不会说从很基础的去一点一点说练了10来年以后，他才明白这个身法，明白这种感觉，我们会很快的让他进入另外一个层次。再就是一些，因为我在这个安吉卡，我们在05年认识的，对，关系也特别好，然后他这块这个本身也是，很多这个从国外的一些想来中国，训练，但是好多省队啊各方面的，他这个接收的有时候他会不接收，对，有的时候接收的很多，但是他不会教的你，很仔细，因为人家有人家的这个工作。不会说静下心来去教你，所以说我们就是有这个想法以后创办了这个龙会，就是来这以后我们会一点一滴的细细心心的去教人，毕竟我们是干的这个嘛。我们这时间，练的跟省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比省队，一是细致。二是这个整个这个你有什么需求各方面我们都是能够这个做到的，但是省队他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不会给你分得这么细，你只会看到说他们练得挺好，但是你不会知道1、2、3怎么去做，只是会模仿一下，但是不会做的那么细。比如说这个一个动作能分解到10下，对吧？10个小节，对，我们是这么去教的。对。螳螂拳啊，醉拳啊，醉剑啊，好多都会，太极啊什么都会，只不过是没有，我们很少上场比赛这一块而已。八极拳、冲背拳、劈挂拳，很多都会，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让你去练别的，你专业队就是哪个动作就即便是我比对练，我要求比对练，也不让我天天，也不让我老练。我觉得孩子，尤其是这个，比如说要没有练武术的，或者没有接触过的，我觉得最好是先练竞技武术。对。先把身形啊，肩窄开阔动作会大点分开了以后，整个协调以后你再去接触传统的，因为传统的是一个内涵和文化的一个东西。直接练传统的话，我觉得对，尤其青少年小孩这个发育性是特别好。对。但是你只要是练的差不多了以后，比如把这个在18岁之前，你是练的这个是竞技，后面以后你再去学传统，既快，而且又能练出味道感觉，这样他这个大开大合的一些动作啊，感觉他就会都能出来。对。你要是练那个传统，练到18以后，你再想去练竞技的，那就太难了，因为他动作展不开，而且柔韧度也硬了。
灵活度也差了，啊，因为竞技武术它还包括这个，五大跳跃，因为传统它会练的会少一点，基本上不会这么多练，它是以拳为主。小孩吧，小孩他你可以跟他怎么说呢？但是成人这块他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他觉得他会考虑到他适不适合，对不对？对。而且是什么拳种？比如说你壮一点的话，对吧？你要练壮一点的，你特别就比较适合练一些八极拳，对，形意拳，对吧？比如说你要是说这个，这个瘦一点呢，你可以选择练一些就是或者是年龄稍大一点，可以选择一些太极拳，因为武术这块这个可选择的东西很多，它下到小，上到老，这很多拳种都适合啊，是各个人群都是可以练的。长太大的话，它也能练，但是是什么？它是一种体育了，体育的一种东西，它就不是一个这个属于这个文化的一种东西。上点年龄的话，它适合练一些文化性的东西，对吧？对。比如说你喜不喜欢中国文化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东西，他只要喜欢，他抽出时间也会去锻炼锻炼。他是不喜欢的话，就是锻炼个身体。我觉得踢足球也挺好，我也喜欢踢足球。这个首先有一个瓶颈期，一个是瓶颈期，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从一开始学的，他没有很规范的，一点一滴的去细化分析，针对性的练习。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开这个龙汇功夫基地，是针对全世界或者爱好者去开的？我们就是给他解决这个他的一些毛病，不正规、细化。我刚才不是也给你举例子了，你省队他不会给你分析的这么清楚。因为他没有时间给你去做这个，很多基层的，比如说市队的教练和武校的教练已经前面的基础已经打好了，他只是一个就跟我这个脸型已经就雕一个玉型，我的脸型已经弄好了。省队的教练是抠细节，对吧？对。我们好多那个市队啊或者是什么的，他要抠轮廓，先把大轮廓要抠出来所以说术业有专攻，他攻的是细化，我们已经有这样，他会给我们勾得更细，对吧？所以说我们整的是什么？我们开这个目的就是所有的过来以后，你虽然说也是有个型了，我们把你这个型再给你完善一下，完善以后再给你抠细。选择了这个一行，完了后我们就去钻研必须要去钻研，还有时间去奠定再就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好多的东西技术各方面的都会在一点一点的都会在完善每个老师有每个老师的风格，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把我们的爱好就是这方面去慢慢的吃透了做明白了以后你会就从中找到很好的这个一些乐趣感觉你只要把这个吃透了，我觉得就特别开心。也就像我们教来这以后一看动作很抠很难看的，在迅速的5、6天以后，一下再给他看看他前期的录像和现在的录像他就很高兴。因为什么？他感觉我长进好多我这个感觉我这个身法对吧？我的动作规格捋的就很直了，他一看他就能知道有长进。这个时候我们也开心，他们也开心，就是所以说我们从中找到了一些这个快乐的点，对不对？比如说有的练上点年纪的练太极，他是怎么开心？他在找这4分钟里面练的一些感觉，练完了以后一起来以后有汗一出，他就觉得特别舒服。拜拜。